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每年赌时都会为老婆江如雪的珠宝公司带来上亿的年利润。然而今年拍卖会，老婆却新任命她的男助理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全权负责即将举行的赌石大会。在集团大会上，老婆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了这一决定。老婆的男助理顾晨用轻蔑的眼神与我握了握手，然后迅速用酒精消毒液使劲地搓手。公司的墙头草也纷纷倒戈，不过就是运气好，给公司挣了点钱，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是啊，一看就是个混吃等死、坚韧软饭男，在公司这么久了，没有他老婆早滚蛋了。这时候，江如雪也发话了：“陆晨，你知道吗？你连顾晨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这时候，我却笑眯眯地拨打了江家老爷子的手机：“喂，老爷子，你孙女要开除我啊？你确定？”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陆晨，你就这点本事吗？一有什么事情就拿我爷爷来压我。实话告诉你，现在整个集团都是我在当家，我说让谁滚，谁就要滚。穿着高跟鞋的江如雪气势逼人地走过来，啪嗒啪嗒的声音踩在了会议室的每个人心上。我还没反应过来，江如雪走过来，二话没说，直接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被打得猝不及防，在打电话的手机也被打掉，我的脸上瞬间出现了5个鲜红的手指印。现场公司的众位高管都是一片哗然。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慈祥的老人的声音：“喂，是陆晨吗？刚才信号不好，找我有什么事情啊？我刚想要再询问下老爷子的意思。”这时候传来了江如雪冷冷的声音：“没事的，爷爷，是陆晨不小心给您拨错了。”江如雪直接替我做了应答。说完，江如雪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用高跟鞋尖锐的鞋跟将我的手机一点点地踩烂、踩碎。几个平时嫉妒我的高管此时看清了形势，也纷纷出言嘲讽道：“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镜子，一天天在公司里当蛀虫，脸皮是真的厚啊。”是啊，估计就是靠老婆当上了这个主管的位置，没有江总估计就是路边一条吧。还真以为自己认识江老董事长就能怎么样了，老董事长还真能出来给他这个窝囊废撑腰不成？我冷笑一声，这群没见识的蠢东西，这公司要没有我撑着，真的是分分钟倒闭的节奏。这些人到时候都得喝西北风。一群公司里最没用的人，居然在嘲讽公司里最有用的人是窝囊废，这恐怕是我今年听到的最好玩的笑话了。江如雪踩着高跟鞋站在我面前，居高临下地说道：“陆晨，顾晨是英国排名前5大学留学归国的高材生，你不过是国内211毕业的本科生罢了，连985都不是。你有什么资格和顾晨比？你只配舔他的脚后跟而已。”我听了一阵恶心，揶揄道：“哦，UK 前5的高材生回来给你当贴身男助理了呗？”江如雪也听出了我对她的嘲讽，她的俏脸由于愤怒而变得有些红，她气得直接一拍桌子，却差点没站稳而崴到脚。这时候，她身旁的男助理顾晨及时从她身后出现，当着公司众人的面抱住了她。此刻，他们恩爱甜美的才像一对恩爱的情侣，而我这个老公除了被打骂和背黑锅外，没一点用。这时候，顾晨心疼地怒视着我，说道：“故意气江总，你到底还有没有个男人的样子了？”我怒极反笑，讥讽道：“我和我老婆说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来多嘴了啊？男助理闭嘴！你没资格说顾晨。江如雪被顾晨抱住后，先是一脸娇羞，而后听了我的话，转眼就对我冷眼怒视。她的眼睛曾经我觉得很美，此刻她穿着黑丝高跟，在众人面前践踏烂我的尊严之后，我看向她的眼神中变得只有怒火。而绿茶男顾晨此刻却还得了便宜卖乖，和江如雪撒娇道：“雪儿，首席财务官这个职位，其实也不是非要我来做，我不想让你难做。”江如雪温柔地对顾晨摆摆手，示意没关系，随后又转过脸，冷笑着对我说：“陆晨，永远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记住，我说的是永远。爷爷不过是可怜你，才把这个公司这么重要的职位交给你，但是现在这个位置有了更合适的人选，你就麻溜的应该退位让贤。懂？好了，我意已决，下周赌石大会就会召开，到时候整个京圈名流都会前来，你可千万要给我长脸，给我们集团长脸，千万不要掉链子。我们公司能否坐稳业内老大，就看这次的赌石大会了。雪儿，你放心，这次的赌石大会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绝对不会有失的。我们一定能在这次的赌石大会上拿到最优质的原石。顾晨此刻信心满满地拍胸脯保证道，眼中闪烁着无数对我的轻蔑。没错，陆晨，现在你可以滚了，你不过是公司豢养的一只狗而已。一阵无名火起，我转过脸一看，此话正是出自公司运营部的主管。我内心没来由的一阵火大，看在江家老爷子的面子上，我姑且让这个江如雪3分，不想完全撕破脸。我和江如雪本来是大学同学，祖辈又是世交。大学中，我本来喜欢的是林可可，却被家族老爷子强行安排认识了江如雪。江如雪这些年对我的态度一直都是不冷不淡的，像是一个外人。即使我已经和他在一起5年，帮了他，帮了公司5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然而我的付出，在江如雪看来就是理所应当，甚至我稍有松懈，对他的关心和付出变少，就变成了不爱他，就变成了3心2意，招致他的打骂和在公司对我的言语侮辱。这些年，我在公司已经受够了受气包的称号，我再也难以忍受这样的日子。而且这些公司的其他高管都是个什么东西？他们干的龌龊事，还有吃里扒外的勾当，估计我都能说一天。想到这，我直接面无表情的冷冷对回去：呦，运营部的吴总，无敌是吧？你不会以为名字叫无敌，自己就真无敌了吧？这些人，你们运营部吃了多少供应商的回扣？你心里没点数是吧？好意思坐在这和我狗叫？无敌被我一口说出了痛处，脸色如同吃了狗屎一般，异常难看，半天憋出来几个字：你放屁！这些年，我为公司勤勤恳恳，保障公司全国的供销，你个狗屁的采购经理，不过是倚靠着江总的一条狗罢了。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这样的公司元老说话？你配吗？听闻此言，其他几个和无敌有利益纽带的公司各部门高管也都纷纷倒戈。是啊，这货怕是失心疯了吧，被像狗一样赶出门，现在开始乱咬人了，真是普信软饭，家下头难啊。对，这个陆晨还是个妈宝男，怪不得江总要甩了他，哈哈哈！一阵群嘲，会议室现场顿时是轰然大笑。我抬头看了眼江如雪，发现她的嘴角也微微的有些笑意，只是碍于总裁的面子在绷着而已。
我的内心瞬间一股无名火起。这些年，我作为这家公司的实际投资方，要不是我在背后支持和帮衬，江如雪的珠宝公司，甚至他们的江家的整个江氏集团，都早已不复存在了。现在江如雪对我对她的恩情，不但完全不感激，现在反倒落井下石，跟着一群公司的蛀虫在这里笑我这个唯一能帮公司盈利的人。既然这样，那我倒想看看江如雪是不是真的能 hold 住这些公司的蛀虫。我不干了，我直接把工牌摔到了江如雪的面前。上一秒，江如雪还和其他人一起肆无忌惮地嘲笑和侮辱我，但是此刻看到我答应得如此爽快，江如雪雪白的面容上也浮现出一丝凝重的神色。她似乎在沉吟，在思考着我的重要性，在纠结我的能力是不是众人说的那样。还有，她似乎想起了她爷爷说过的话。此刻一旁的顾晨坐不住了，他看出了江如雪眼神中的迟疑，唯恐夜长梦多，说道：“雪儿，你还在犹豫什么？我带来的可是从国外带来的顶尖团队，而且我本人可是英国矿石专业的硕士，比陆晨这个本科狗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好，顾晨，我相信你。”江如雪一脸甜蜜地看着顾晨，像是顾晨的话给了他不少的信心。我内心一阵冷笑，玉石每个地区的品种都天差地别，更别说英国的矿石了。这种海归仗着说几句洋文，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呗。江如雪这个女人脑子蠢，加上恋爱脑，我看是没救了。我也懒得和他们废话了，直接提了2个条件：一，带着我的团队走，要给我的团队成员每人2N+1的赔偿；二，公司需要接触和我的竞业协议。江如雪和公司的人力总监听了我的话，还在迟疑，但是顾晨这个小白脸貌似更蠢，他直接就拿自己当上位者自居了，居然居高临下地说道：“陆晨，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给我跪下，学狗叫3声。”我直接冲上去，就想给这个小人嘴脸的顾晨直接来一巴掌。没想到这时候，突然几个保镖模样的制服男突然来到了会场，直接将我的双手制服，如同审问犯人一般。顾晨居高临下的审问着我：“废物东西，老子早就看你这个贱货不爽了，我让你跪下你就得跪下，知道吗？你现在只配当狗。”说完，顾晨让2个保镖强行将我按压，想让我跪下去，但我强撑着腿部的肌肉，就是不跪下去。顾晨急了，直接到了背后，在我膝盖弯处猛猛踹了一脚。我顿时感觉韧带一阵被撕裂的痛，我痛得面容几乎扭曲。这时候，顾晨一脸得意至极的笑容，阴恻恻地笑道：“怎么了？你不是很狂吗？你不是赌石天才吗？那又怎样？还是要给我跪下？”此时现场一片安静，这些高管们纷纷都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而江如雪看向我的表情也是一脸冷漠，丝毫没有一点要阻止的意思。我这个他结婚本里的老公，恐怕在他心里还不如他的小奶狗男助理的一根毛重要。我内心一阵凄然，而此刻顾晨的皮鞋已经直接踩在了我的脸上。路边的野狗，给我狗叫啊！怎么不叫啊？我剧烈的挣扎着，奈何身后2个保镖按得太死，我只能是轻微的晃动着身体，对着顾晨怒目圆睁：“姓顾的，你才是野狗，你全家都是野狗，一个男小三也敢在这叫了。”顾晨听到此言，像是被踩了尾巴的老鼠，只见他脸上掠过一丝不可抑制的暴怒，直接用皮鞋使劲地踩在我的脸上，冷冷地说道：“野狗，
你再说一遍。我的脸颊被踩得生疼，嘴角发咸，好像是有血直接渗了出来。这时候，会议室门口传来一个中年男性威严的声音：顾晨，你说是谁是野狗？再说一遍。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个高跟鞋踩地清脆的声音。公司的一众高管瞬间慌了，来人正是江家集团的掌舵人江如雪爷爷江振山，随他而来的还要另一个人更加让我惊讶，那就是林氏集团的掌舵人林可可，也是我的初恋。顾晨停止了对我的殴打，我身体一松，直接躺在了地上。这时候，林可可冷漠的神情突然传来了一阵心疼，隐约看见她眼圈红红的，一袭白色的百褶裙蹲在我面前，开始为我擦拭起脸上和嘴角的伤口来。记忆如蚂蚁啃食般撕咬着脑部的神经。我猛然回想起这件衣服正是我和他第一次在学校见面时穿的裙子，我的神情有些恍惚，仿佛回到了大学时期。每次我踢完球后，他也是这样温柔地帮我擦汗的。此时，江如雪看到自家爷爷一脸怒气冲冲地走过来，也是心里明显发慌，眼神有些惊恐地问道：爷爷，您怎么亲自来了？呵，亲自？我再不来，江家都要被你这个蠢女人败光了。江如雪，谁给你的胆子，敢把我选的女婿踢出公司，还敢把他给打了？爷爷，这陆晨明显就是个窝囊废，之前的赌石成功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相比起来，顾晨才是科班出身，明显就不是陆晨这种货色能比得好吧？是啊，江老董事长，江总也是为了公司好啊。这陆晨明显就是个吃白饭的公司蛀虫啊，光拿钱不能给公司带来什么效益的。一些公司的高管也开始附和道：是啊，明显让顾晨顾总当这个首席财务官才是明智之举啊。没想到此言一出，别人还好，江老爷子却是被气得捂住胸口，表情狰狞，大口喘气，指着江如雪道：你作孽啊，作孽！江老爷子颤抖着声音说道。可还没江老爷子这口气喘匀，江如雪又爆了一句：爷爷，我要和陆晨这个废物离婚，他个吃白饭的不配当我老公。啪的一声，二话没说，老爷子一声响亮的耳光直接落在了江如雪脸上。你爹怎么生了你这个蠢笨如猪的女儿？真是有如我江氏的门楣。你知不知道，要不是我陆晨的爷爷是战友，就算你跪地磕100个响头去求他，他也未必会来这家公司帮你。他是吃白饭的。那这珠宝公司每年这么多的货源都是哪来的？天上掉馅饼掉下来的吗？看到江如雪被打，顾晨坐不住了，直接跳了出来：江老董事长，我可以证明我完全比陆晨这个废物强。陆晨之前就是运气好而已，而我是有真才实学的，我会在这次的赌石大会上证明自己的。你证明个锤子！你个小白脸，臭不要脸，还在这给我嘚瑟！你还敢打人？此时江老爷子看到我的脸，又看到了给我仔细擦拭着的林可可冷若冰霜的神情，瞬间打了个冷战。只见江老爷子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直接搂圆了膀子，就用尽全身力气给顾晨来了个大嘴巴。顾晨直接被打倒在地，之后老爷子还不解气，又朝着顾晨踹了几脚。你个小瘪三，真是气煞我也，还不快跪地给林总和陆晨道歉！这时候江如雪也不服气地跳了出来：爷爷，凭什么要给这对狗男女道歉？明明就是顾晨更有能力，更优秀。再说
也是这个陆晨挑衅在先，顾晨实在气不过才动手的。江如雪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还在这大言不惭的蛮不讲理，想着像往常那样当她的小公主，真是愚不可及的蠢货。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得罪的是谁？此时江老爷子直接被气得跳了起来，他知道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受到的报复恐怕是难以想象的。想到这，江老爷子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滚落，他颤抖着声音说道：江如雪，我给你3秒钟时间，立刻长乖自己，然后给林总和陆晨道歉，否则我就把你从江家除名，这家公司你以后也不用管了。此话一出，全场皆惊，所有人都没想到江老爷子的态度会是如此。要知道，以前老爷子可是最宠爱江如雪这个孙女的啊，今天这是怎么了？不可能！爷爷，您怎么会对这个窝囊废这么看重？爷爷，您今天这是怎么了？顾晨也惊讶地长大了嘴巴，他怎么也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一个刚刚还被他踩在脚下逼着学狗叫的男人，此时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了他根本惹不起的人。正在这时，一直沉默为我擦拭伤口的林可可轻声问我：怎么样，还疼吗？声若青丝软糯，仿若完全没有把全场的人放在眼里。没事了，你怎么来这了？我有点奇怪地问林可可。我来正是邀请你加入我的公司，以后我们一起合作吧。这个猪狗不如的地方根本配不上你，留在这里是对你才华的一种侮辱。还有，这时候林可可的语气变得冰冷，你们要知道你们今天打的是什么人，早点认清自己，至少我会给你们留点体面。今天陆晨被人打了，我希望江家老爷子处理好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也不用处理了，江家将会在护圈消失。我看了眼顾晨，此刻他的眼神中满是说不出的错愕和惊恐。不可能，他在说什么啊？不可能！此刻的江如雪也被林可可激起了女人的好胜心，只是她蠢笨的连敌我实力都没搞懂，就要和人叫板。她和林可可可谓是草鸡遇见了凤凰。你当你是谁啊？说带走谁就带走谁，至少他现在还是我们公司的人，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指手画脚？陆晨还和我们公司签订了竞业协议，你凭什么说走就走？江如雪得意道。还没等林可可说话，江老爷子直接使劲给了他一巴掌，瞬间江如雪的发箍被打掉，头发散乱，妆也花了一片。你糊涂啊！一份竞业协议能拦得住林可可吗？你知道他是谁吗？林家在全球珠宝行业都是顶配的存在，林可可这个天之娇女更是顶配中的顶配，不仅是林董的掌上明珠，更是在业界被称为珠宝女王的存在。林氏如果终止和我们的合作，那我们的产品估计是一件都卖不出去啊！集团其他行业也都会被全面打压。蠢女人，真是蠢如猪狗。不对，我养的那个哈士奇都比你聪明，他至少知道什么人能惹，什么人不能惹。林总，我给您道歉，您千万别和小女一般见识，她就是一条蠢狗，什么都不懂。江老爷子一边擦着额头上一层细密的汗，一边讨好地对林可可说道：哦。此时林可可没有正面回应江老爷子的话，甚至都没正眼看他，只是一步步逼近，眼神冰冷地注视着江如雪。在林可可强大气场下，江如雪这种只会仗势欺人的富家小公主被吓得有点不知所措了。江如雪只得一步步后退，
气势上完全输了。林可可没有回答江如雪的问题，而是直接说道：“你刚才叫我们什么？我叫你们狗。”江如雪话还没出口，就被林可可那涂着蓝色美甲的纤纤玉手直接盖了个清脆的巴掌，啪的一声清脆的耳光。这是为你刚才言语侮辱我们打的，就你这种蠢女人，怕是给陆晨当丫鬟都不配吧？啪，又是一巴掌，这是为你伤害我爱的人打的。此时林可可两巴掌直接落在江如雪脸上，江如雪直接懵了，脸上的刚才的嚣张完全消失，转而的是满脸的惊恐。江如雪平时仗着自己的大小姐身份都是颐指气使，倚仗着自己的身份在公司里没人敢得罪她，但其实她的抗压能力几乎为零，稍微一些比她厉害的人，她就会被收拾的完全没有脾气。说白了，就是个被惯坏的富二代，一真的遇到事情抵挡不住，很快就会崩溃。此时江如雪反应过来，刚想要尖叫躲避，下一秒又一巴掌快速地落在了她的脸上。啊，你个疯女人，你要干什么？你凭什么打我？打你这烂货，需要理由吗？林可可一步步逼近，语气冷冰冰的，似乎听不出情感波动。随着林可可一步步的逼近，在惊恐下，江如雪直接被吓得瘫坐在地，只得用脚蹭着一步步往后挪，跪下给陆晨道歉。此时林可可强大的气场将江如雪完全融化，江如雪嘴角颤颤巍巍哆嗦着想说出拒绝的话语，可是她的嘴唇颤抖着，半天也没敢发出任何声音。这时候一个电话打了过来，犹如救场，江如雪赶忙下意识地接起，没想到听到的是接二连三的打击。喂，江总，不好了，我刚被告知我们所有的供应商都终止了和我们的合作。什么？这群人有病吧？他们宁可赔付违约金，也要中断和我们的合作。我听了此话，内心一阵好笑。这江如雪现在都没搞清楚林可可代表的林氏集团是有着何种可怕的能量和影响力。估计林可可一句话，这些和江家合作的供应商都吓破了胆，哪里还敢和江家合作？那不是找死吗？这时候江老爷子的电话也适时地响了起来。江老董事长，不好了，我们集团的股价今早突然开始跳水，之前我们的老本这次全赔进去了，再这样下去资不抵债，我们要被破产清算了啊！电话那边传来一个颤抖的声音，而江老爷子此刻的手也在颤抖着。快来人，江老爷子晕倒了，快送医院！不一会，呼啸的急救车瞬间带走了江老爷子。此刻会议厅只剩下了江如雪和一众高管，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变故来得太快，他们都在疯狂打电话确认消息。而此刻的江如雪接二连三遭到各种打击，突然瘫坐在地，大口喘着粗气，眼圈红肿，却欲哭无泪。完了，都完了吗？不，雪儿，你还有我这个海归硕士。这时候顾晨觉得机会来了，三步并作两步爬到江如雪身边。雪儿，快转移资产，趁着公司资产被清算前，我们拿钱跑路吧。此时的顾晨也是慌了，居然开始在大庭广众之下口不择言起来。瞬间，大厅会场内所有人都停止了动作，像是看傻子一样默默注视着顾晨。林可可听闻，嗤笑江如雪道：“就这样的蠢狗，你还要招到公司当首席财务官？这样的蠢猪眼光，你不倒闭谁倒闭啊？我可以一字一句地告诉你，江如雪，
你们江家和江氏集团破产倒闭，完全都是因为你的蠢狗想法。你们这样的蠢狗敢这样对陆晨？好啊，我就让你们尝尝记性。林可可环视四周，面无表情地说道：还有你们这些公司高管，明天起可以滚蛋了。这家公司被我收购了，以后我说了算。现场的一众高管都是人精，哪里看不出形势比人强的道理？见到反转太快，几个高管赶紧哭着扑倒在我和林可可的脚下。错了，我们错了啊！陆总、林总，我们都是狗，我们不是人。是啊，我们给您磕头赔罪了，您二位千万高抬贵手啊！几个刚才还在嘲讽辱骂我的高管，此刻却是两腿颤颤，跪在地上使劲地给我磕头。有一个甚至由于情绪激动给高血压犯了，于是很快救护车又来了第二波。我也懒得和这些人计较，给了他们一笔赔偿后就让他们滚蛋了。很快现场只剩下了江如雪和顾晨。我问林可可，剩下这两个你准备怎么处理？林可可看向我，温柔地说道：只要你开心就好。江如雪原本颓废的面容突然抬起来，眼神中带着一丝决绝。陆晨，我怀孕了。此刻我的心有点被林可可的温柔融化，对于刚才江如雪和顾晨的行为，似乎气也消了大半。说起来，要不是今天的事，我还看不透江如雪这个人，还在傻乎乎的给被人养孩子。结婚几年，我和江如雪从来没发生任何实质性关系，我们一直都是在不同的房子居住，只是名义上的夫妻而已。所以孩子到底是谁的问题似乎也变得简单了起来。我揶揄道：那你无敌了啊，江如雪，婚外情都被你搞得怎么理直气壮？不过咱俩的婚姻纯属是家长指派，咱俩一天正常夫妻也没等于当过，就这样好聚好散，岂不是最好的结局？公司破产后，我和可可可以给你们一笔钱，足够你们生活，然后你爱干嘛干嘛好吧，祝我们来日再也不见。我说完就想拉着林可可转身离开，刚转身时候，坐在地上的江如雪突然一个起身，右手抓住了我的腿。只见她面带愧色地说道：陆晨，我错了，如果我现在把孩子打掉，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有些嫌弃的直接甩开了江如雪，别来沾边恶心我，你爱干嘛干嘛，再缠着我连钱都没了，你后半辈子打工还债去吧。你会干什么？你除了会当个女总裁狐假虎威指手画脚以外，你就是勾搭顾晨这种男小三，你还有啥本事挣钱？当个保洁阿姨你都当不了，所以我劝你想想清楚。此时的林可可也发话了，她的眼神感觉到了江如雪的心都有了。这时候顾晨还想劝着江如雪拿钱跑路，他小声劝道：雪儿，虽然现在公司可能没了，但是我们可以拿钱去过我们想要的生活啊！只要……顾晨话还没说完，迎面就被气急败坏的江如雪一巴掌扇了回去。给老娘滚！你个废物，你有什么用？就会在这用嘴说，老娘真是瞎了眼了，找了你这个畜生！顾晨被打懵了。雪儿，我们不是真爱吗？你不是说我是你今生最大的幸运吗？真爱你个大头鬼啊！我给你买了多少东西，花了多少钱，你有见过包养男人的真爱吗？江如雪为了撇清关系，直接又在顾晨的脸上踹了两脚。顾晨瞬间发出一声惨嚎。我撇了撇嘴，江如雪这个女人也太狠了，弃如敝履不说，这下等于一下，顾晨的鼻梁骨差不多也碎了，彻底破相了。这时候
江如雪根本顾不上管顾晨了，赶紧又跪在我面前，拉着我的裤子，低声下气地央求我道：陆晨，如果我现在立马打掉他的孩子，然后今生今世只忠于你一人，你还愿意接受我吗？这一出给我整得一阵无语。你都搞破鞋怀孕了，还只忠于我一人，你这是玩文字游戏呢，还是直接把我当大傻子大冤种是吧？我直接没好气的把江如雪的手拉开，别来沾边。实话告诉你，现在整个集团都是我在当家，我说让谁滚，谁就要滚。我又1周后，赌石大会正式召开。我在林可可的公司当了 CEO 兼任首席财务官，我们带领林氏集团在这次大会上大获成功，几乎垄断了这部分市场的货源。江家再无翻身之力。1个月后，江老爷子突发疾病离去，偌大的江家由于被严重打击，再加上群龙无首，很快宣告破产清算。偌大的江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突然在沪圈销声匿迹，至于原因，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知道。据说是得罪了什么不能得罪的人，甚至连江家老宅也被当作底价的资产赔了进去。我听说那之后，江如雪的精神就开始失常。毕竟所有的江家人都把他当作是江家破产和江老爷子去世的罪魁祸首，一天天的给人赔罪道歉。他要是不作死，江家何至于有今天这样的惨淡结局？之后我也没有了江如雪的确切消息了。据说他住进了精神病院，而他的真爱顾晨显然也没做到不离不弃。只不过他作为专业的男小三，已经很难再混出起色，因为他已经破相，很难再恢复成以前的那张帅脸了。那之后，我去了林可可的公司，我鉴别的专业能力加上林可可的资源，几年内我们就将企业做成了全国甚至全球首屈可指的几家公司。又过了几年，我和林可可有了第3个孩子，是一个男孩，我感到幸福。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林可可一起躺在户外的帐篷里看星星，我们一起数着繁星，他灿若星辰的眼睛和只对我的温柔，都让我此生的内心坚定地铭刻上他的烙印。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